撕裂偏见的1分37秒。当刘亮在65摄氏度的赛道上完成硬核自证。2026年7月29日，珠海国际赛车场的引擎轰鸣声刚刚在热浪中平息，互联网上的口水战却正进入白热化。在各大社交平台的评论区里，舆论的撕裂感达到了顶峰。一边是部分车评人痛心疾首地指责明星参赛破坏了赛车圈的纯粹规则，另一边则是老车迷感慨原本硬核的竞技领域正在被饭圈流量无情裹挟。在键盘侠的敲击中，王一博的名字被死死钉在了风口浪尖，仿佛他的出现本身就是对职业赛车的一种亵渎。然而，在那些被情绪和偏见蒙蔽的喧嚣之外，很少有人愿意去注视一个极其残酷却又无比真实的物理现场。就在这场争议的风暴中心，在珠海赛道高达65摄氏度的地表温度炙烤下，在赛车座舱逼近70摄氏度的极限高温里，这个被贴上流量明星标签的年轻人，在2天之内4次亲手砸碎了自己的个人最快圈速纪录。最终，当计时屏上的数字定格在1分37秒133时，他不仅比2024年首次踏上这条赛道时快了超过 1.5 秒，更在不经意间用一种近乎冷酷的方式向整个赛车圈抛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当一个被流量包围的艺人选择用最笨拙、最痛苦的方式去死磕一条职业赛道时，那些高高在上的偏见究竟还有多少站得住脚的底气？1分37秒的物理重量被折叠的2秒钟天堑。要理解1分37秒133这个成绩在赛车世界的分量，我们不能仅仅把它看作是一串干瘪的数字，而必须将其置于珠海国际赛车场这条全长 4.3 公里、拥有14个弯道的魔鬼赛道中去审视。在赛车运动的语境里，圈速是最不会说谎，也最不讲人情的语言。对于顶级的职业 Pro 车手而言，驾驶顶级 GT3 赛车在珠海赛道能跑出的完美圈速，大致被锁定在1分34秒至1分35秒之间。这看似微不足道的2-3秒差距，在时速超过200公里的赛道上，意味着10几个弯道的极限晚刹车、更精准的走线以及人车合一的绝对掌控。这是业余与职业之间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而王一博跑出的1分37秒133，距离这个职业门槛仅只差约2秒。资深车评人在赛后复盘时直言不讳地指出，这已经是非职业 AM 业余车手在这条赛道上所能触及的物理天花板。为了让你更直观地感受这个成绩的含金量，不妨做个横向对比。这个圈速不仅优于 F4 方程式赛车在珠海的历史记录，甚至与专业车手驾驶拥有1548匹马力、造价千万的顶级超跑所跑出的圈速处于同一水平区间。更令人感到可怕的是，他在这2天内展现出的进化速度。在试车日，他上午跑出1分37秒884，下午推进至1分37秒691，到了排位赛，第一圈1分37秒275，紧接着再度刷新至1分37秒133。2天时间，4次刷新个人纪录，累计提升超过 0.75 秒。如果将时间轴拉长，从2024年珠海首秀的1分38秒648，到如今的1分37秒133，2年时间，同一赛道，他硬生生地把圈速消掉了 1.5 秒以上。在赛车领域，圈速的提升从来不是线性的，越往后每提高 0.1 秒都需要付出成倍的努力。这种持续且陡峭的进步曲线，彻底击碎了明星玩票的刻板印象。70摄氏度座舱里的苦行僧，被折叠的时间与物理意义上的痛感，星号很多人对明星跨界赛车的想象，依然停留在穿上赛车服、拍几张帅照、靠超能力组建团队的浅层认知里。仿佛只要名气足够大，就能轻易坐进 GT3 赛车的驾驶舱，享受速度与激情。但事实的真相，往往伴随着令人窒息的痛感。获取 FIA 国际 D 级赛照的门槛，足以让绝大多数试图靠刷脸过关的业余爱好者望而却步。这张执照要求车手必须持有国家 A 级赛照满1年，积累足够的赛事积分，再通过严苛的理论考试、体能测试和赛道实战考核。全套流程走下来，培训时长和行驶里程都有不可逾越的硬性规定。它不是娱乐圈里可以随意颁发的道具，而是国际汽联对职业车手资格的最专业认证。在演艺圈中，能持证合规参加 GT 赛事的艺人屈指可数，王一博不仅是其中之一，更是将这套标准执行到了极致。更残酷的是时间成本的挤压。当大多数职业车手可以心无旁骛的全身心投入训练时，王一博的时间是被无情切割的。他必须在剧组高强度的拍摄间隙，见缝插针的完成模拟器训练，在深夜通告结束后，拖着疲惫的身体进行体能储备。
他的车队工作人员曾透露，备战期间他每天的模拟器训练、实车练习加上体能专项，强度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位职业运动员。这种在极度碎片化的时间里依然保持高强度投入的自律，本身就是一种令人敬畏的职业态度。而到了真正的赛场上，等待他的是物理意义上的极限炙烤。2026年珠海战备赛期间，赛道地表温度高达65摄氏度。赛车在高速行驶时，座舱温度逼近50摄氏度，如果有阳光直射或散热不佳，闷到70摄氏度也绝非夸张。王一博必须身着 Nomex 材质的阻燃连体服，这种衣服为了防火，隔热性能极佳，但也意味着极度的不透气。从头包到脚，拉链拉到下巴，头盔扣死之后，连一丝风都漏不进来。在练车 Vlog 中，有一个极具冲击力的画面，他刚摘下头盔，原本蓬松的卷发全被汗水浸透，紧紧贴在头皮上，脸颊因为高温和缺氧红得发烫，阻燃服的后背已经完全湿成了深灰色，甚至能拧出水来。旁边的摄影举着机器喊王老师看这边，他只是抬眼疲惫地笑了一下，转头却立刻指着屏幕和工程师讨论刚才那圈的遥测数据，入弯的时候刹车点是不是还能再晚 0.2 秒。没有抱怨，没有娇气，只有对那 0.2 秒极限的偏执。这就是他在70摄氏度座舱里日复一日熬出来的真实状态，从闯入者到大满贯，稳定输出背后的竞技逻辑，星号在竞技体育中，一次超常发挥或许可以归结为运气或状态，但长期的稳定输出，则是绝对实力的体现。王一博的成绩轨迹，清晰地展示了一个闯入者如何一步步成为赛道上的规则适应者，甚至挑战者，把时间拨回。2024年，他首次站上 GT3 赛道，就在珠海国际赛车场拿下首回合亚军、次回合冠军，以一个近乎完美的开局闯入公众视野。当时的舆论或许还会惊讶于他的天赋，但随后的赛季，他用数据证明了这绝非昙花一现。全年参加多场 GT3 比赛，他场场登上领奖台，收获冠军、亚军、季军各若干，成为中国首位实现 GT3 级别冠亚季大满贯的一人车手。7场 GT3 正赛，7次登上领奖台，出战即登台。这一数据在赛事官方记录中有据可查。要知道 ，GT3 赛事的竞争极其激烈，赛道上的碰撞、机械故障、天气变化等不可控因素，随时可能让车手退赛。能够在如此高强度的对抗中保持100%的登台率，放在任何一位职业车手身上，都足以赢得脱帽致敬。他的成绩曲线里没有半点运气的成分，只有对每一个弯道、每一次刹车、每一脚油门的精准计算。轮胎管理与车感觉醒，业内视角的终极背书。如果说圈速和奖杯是外在的荣誉，那么对赛车动态的细腻感知，则是内在的车感觉醒。高温赛道对车手的考验是全方位的，尤其是轮胎管理。在65摄氏度的地表温度下，轮胎衰减速度极快，抓地力会呈现断崖式下滑。多数车手在第3圈便会因为轮胎过度磨损而明显降速，甚至为了保护轮胎而不得不采取保守策略。但王一博的圈速曲线却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第1圈1分37秒275，第2圈不仅没掉，反而刷新至1分37秒133。到了第3圈，受轮胎衰减的客观物理规律影响，圈速小幅回落至1分37秒667，但依然保持着极高的顶尖水准。这种对轮胎温度、车况节奏的极致把控，不再依赖单纯的肾上腺素飙升，而是建立在细腻手感和理性判断之上的职业车手特质。这种特质也赢得了业内最苛刻的目光的认可。知名车评人韩露在社交平台上毫不吝啬的评价，这个圈速已经触及非职业车手在该赛道的天花板。CTCC 4冠王张真东更是公开发文肯定，他把跨界流量带进了 GT 赛事，推动了整个领域的发展。在赛车圈，职业车手们往往对玩票的明星嗤之以鼻，但这一次，他们纷纷认可了王一博圈速的含金量，直言1分37秒是 AM 组的一道门槛，王一博已经进入高水平区间。赛事解说在直播中也忍不住感叹，他为了比赛做了非常多的准备，非常勤奋，技术有明显提升。当那些曾经质疑的声音在实打实的数据和业内权威的背书面前逐渐微弱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不是天赋的噱头，而是日复一日打磨细节、逐厘米突破极限换来的实打实进步。从赛照到成绩，从训练到评价，他的每一步都稳稳地踩在职业赛道的标准线上，流量无原罪。我们究竟在恐惧什么？文章写到这里，或许依然有人会问，既然他这么努力，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老车迷感到不适？这其实触及了一个更深层的社会心理，我们恐惧的从来不是流量本身，
而是恐惧流量对专业的降维打击和规则破坏。在过去的许多跨界事件中，我们见过太多靠名气挤占资源、靠粉丝控评掩盖实力不足的闹剧。老车迷们害怕赛车圈这片最后的硬核自留地，也被饭圈那套只看脸不看实力的逻辑所污染。但王一博的出现，恰恰打破了这种恐惧。他没有利用流量去要求赛会给予特殊待遇，没有让粉丝去干预赛事的专业评判，更没有在成绩不佳时让团队去甩锅给赛车或天气。相反，他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路，把自己彻底扔进65摄氏度的赛道里，用被汗水浸透的赛车服，用1分37秒133的圈速，用7站7灯台的大满贯，去硬刚所有的偏见。流量本身没有原罪，真正该被审视的是那些试图用流量掩盖不专业的运营体系。而一个认真参赛、持续进步、用实力赢得尊重的职业车手，绝不该成为舆论无端攻击的靶心。他不仅没有破坏赛车圈的纯粹，反而用自身的巨大影响力，让无数原本不关注赛车的年轻人开始了解 GT3， 了解 FIA 赛照，了解珠海赛道，为这项原本小众的运动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7月29日的珠海，当夕阳的余晖洒在赛道上，轮胎摩擦留下的黑色胎痕在沥青路面上熠熠生辉。那是速度与激情的勋章，也是汗水与坚持的印记。1分37秒133，这个数字或许在几年后会被更年轻的车手打破，但在2026年的这个夏天，它代表了一个被偏见包围的年轻人如何用最纯粹的职业态度完成了一次最漂亮的突围。看完他的职业轨迹和成绩，如果你依然认为明星赛车手只是噱头，那或许不是因为他不够努力，而是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还停留在过去的刻板印象里。赛道上的风终究会吹散网络上的迷雾，而真正的实力永远会在计时屏上留下最震耳欲聋的回声。